我是林燕老师。今天我们上21课。今天是几号呢？10月10号。周六，又到周六啦，也是星期六。星期六是书面语，号是口语，周六是口语，明白了吗？记住了吗？好，今天我们学的主题是写邮件。写邮件这个词儿呢，也是最早是在邮局的时候，你寄信、寄包裹的时候，上节课我们学的去邮局。当初这个邮就是邮局的邮，现在呢，我们也把它用在网络上。之前我们学过的，在中国的工作，很大一部分有可能是要利用网络，通过网络来进行工作的。网络就是我们的 Internet 网，现在用的最多的是 Internet 网，而且之后很多的内容，工作内容、学习内容，比如老师现在上课就是通过网络传授给大家。大家如果愿意学习，可以在网络上搜索。那么你写邮件这件事儿，如果在工作中，你要给你的老板写邮件，告诉他你的工作的进度、进展，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工作计划，完成什么样了，要给老板写。或者你要给你的同事写，一起合作的一件事儿，你要告诉你的同事进展到哪一步了，出现了什么问题，然后要和你的同事沟通，应该怎么解决。同事也将他的工作内容告诉给你。还有呢，就是你要给你的下属，你要给你的下属看，我们多了一个词，这是上，这是中，这是下。就是说，老板是比你高一级的，他告诉你工作。中，同事你们是一样的，有可能在办公室里，你们的桌子挨着桌子，或者他在另外的一间办公室。而下属是你要把工作任务告诉他，他来完成的。你给他写邮件，就是告诉他你要做什么工作，你给他一个工作计划，他完成以后会给你写一个邮件，告诉你完成的程度已经到什么情况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计划做完这项工作。这就是写邮件在工作中的应用。那么在学习中，
学校，那么你写邮件是为了什么呢？对，作业，对吧？是为了你的作业，为了你的论文。如果你去中国是学研究生的，是读博士的，那么你就会有论文，对吧？这个也是要通过在网络上搜索资料和老师沟通。和老师、和同学，你们是一个学习小组的，那么一起完成一个课题的时候，就要和同学沟通。然后，如果你学的是老师这个职业，是这个教师这个职业，那么你还要有一个和网络上分享的过程。比如现在老师就是通过网络，通过分享老师学到的汉语知识，想要和你分享，那么也是通过写邮件。写邮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传递，图片、视频、文字、文章来传达在网络上的一个行为。那么在工作中呢，就是给老板汇报工作，给同事沟通工作，给下属布置工作。那么如果你是学生，那么你在学习，在学校的时候，作业、论文，你要通过从网络上搜索资料，形成你的有特色的论文和作业。然后呢，你要交给老师在网络上。然后呢，你要和你一个学习小组的同学沟通，然后呢，把它发布到网络上来进行分享。那么写邮件就相当于一个写文章的过程。首先要有题目，内容，题目，内容，结尾。结尾的这个地方，同样还有日期。地点，而内容这块呢，就是你主要要说的，你想要说的。主题，而题目呢，通常就是一个核心喽，非常简单的一行字或者是两行字，写出这个邮件来。邮件内容呢，同样像我们上节课说的，对吧？地点、日期，地点、时间，主题内容呢，
这个不写了啊。题目呢，一行字、两行字，把它写清楚。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怎么做的过程，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中心。老师画了几个星星，老师画了几个星星啊，星星就是画龙点睛的题目。好的，格式当然就像我们最初写信一样，有这样一个过程。抬头，尊敬的某某某，然后这有中国字都是空两格，分段空两格，然后开始写。好，写到下一段的时候，依然要空两格。好，最后呢，结尾啦，就是你的名字，然后呢，时间，年月日，当然还包括这里哈，在中国，哈哈，就是地点。你在哪里写的呢？在中国写的。也许你发到德国，发到英国。注意啦，如果你是用汉字写的，每行开头空两格，看到了吗？这一段，下一段呢，开头空两格，看到了吗？抬头这里是顶格啊，落款，最后这里，祝一切都顺利哟。然后是你的名字，然后呢，年月日，然后呢，在中国。关于这个年月日，中国是这样使用的，在英语里头是月日年，而在德语里呢是日月年，是有区别的。记住，汉语是年月日，从大到小这样写。比如我们今天的日子，2020年10月10号，年月日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学的写邮件，是指在网络上的一个行为。当我们在工作中要用到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学习在学校的生活中要用到的时候，它包括了题目、内容、结尾。这里呢就告诉你，题目是这样，写完一个冒号，然后每一段开头空两格，下一段空两格，1、2，然后落款往后错，落下来你的款，然后呢，年月日，年月日，在中国，记住了吗？年月日，号就是口语的日，书面语应该是日，明白了吗？年月日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写邮件。因为在网络生活中，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活动都在网络上，但是写作的格式，汉语书信和文章的写作的格式就是这样的，这个一直都没有更改，希望大家能够仔细了解和学习。好的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。
如果你对林燕老师的课感到满意，一定别忘了看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，给林燕老师一个订阅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林燕老师当然还是会附上文字版的 PPT、作业，还有林燕老师朗诵的散文。好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啦，再见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